提到《西游记》中妖怪的感情戏，大家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所有人都会朝着唐僧与女妖纠缠不清的方向想，但本质上那群妖精只不过是为了吃唐僧肉罢了。真正在书中有感情分支的妖怪，莫过于孙悟空口中的嫂嫂铁扇公主了。她和牛魔王之间其实还另有其人，但这次出轨的却是铁扇公主本人。影片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先点赞、追踪加小铃铛，可以了解到更多世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牛魔王妻子铁扇公主占据着800里火焰山，他的小妾玉面狐狸是西游中出了名的富二代，他的儿子红孩占据着600里钻头号山，他的兄弟如意真仙则占据着女儿国附近解阳山聚仙庵内的落胎泉，以卖落胎泉水牟利。可以说，牛魔王是要自身实力有自身实力，要家族势力有家族势力，因此才会无视孙悟空这个昔日的结义兄弟和灵山如来佛祖的传经大业。据原著中描写，牛魔王的实力非常强大，可以说是对西天取经威胁最大的妖王之一，其威望和能力从占据的地盘就可以看出。牛魔王及其家族控制了浩山、解阳山、翠云山、火焰山、积雷山，是前中期妖怪势力范围最大的。而且牛魔王在江湖上地位极高，原著中说他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除此之外还自称平天大圣。500年前，牛魔王在花果山和6大圣结拜兄弟，并担任大哥。猪八戒、沙和尚做妖怪时也和牛魔王有来往，碧波潭万圣龙王和九头虫也和他关系很好。要地盘有地盘，要组织有组织，要人脉有人脉，名声和威望都是公认的。自身实力看，牛魔王多次和孙悟空大战，是少数能和孙悟空交战上百回合的妖怪。说是牛魔王武艺和孙悟空不相上下，但是孙悟空的武艺被评价为环中少有，世上全无一条铁棒无人敌，打遍西方万里游。所以牛魔王的武艺也是在整篇《西游记》中都算是名列前茅的。牛魔王单挑可以和孙悟空打110回合，并且交锋相当激烈，可谓是以死相拼，棒打剑引起努力，有些松慢见阎王。力卷神皮后，牛魔王仍然能力战孙悟空和猪八戒，无论是用混铁棍还是用铁扇公主的清风宝剑，都能和孙悟空打平。甚至面对将翠云山围得水泄不通的众神，牛魔王依然能拼命捐躯斗经50回合，可见他的武力相当出色。这么厉害的角色，本该要疯的疯，但感情问题迟迟没能解决。有人也许会说，他不是有铁扇公主吗？但不要忘了一个细节，二人从一开始就是分居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呢？相较于牛魔王的出轨，铁扇公主好似走在认错的道路上，即使她握有能力将玉面狐狸击败的强大法宝，她也没有选择使用。这一切都因为她和一个神仙有着不可言喻的关系。在火焰山下有一个土地公，这个神仙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太上老君的看炉道童。能做太上老君的道童，那可是不一般。我们熟知的金角银角大王，正是他麾下最著名的看炉道童了。这个银角大王当年直接压了3座山在孙悟空身上，原文说悟空是被压得七窍喷血，当场不支。要知道，这可是在五指山下压了500年的孙悟空。不过火焰山的这个道童和金角银角下界的原因不一样，他是因为一件事被贬到这里来的，然而这件事也是和孙悟空有关。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倒好，获得了这一技能，但看炉的道童和那炼丹炉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当时孙悟空从炉子里蹦出来时，还有几块火砖被他顺带着挤出来了，这些火砖直接掉到了凡间，形成了现在的火焰山。太上老君得知此事后，让这个看炉道童负全责，怪他看炉不力，于是将他贬到火焰山，成了土地公，让他与那火炉再续前缘去了。所以当火焰山的土地公派出阴兵围剿牛魔王的时候，孙悟空是惊讶的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的，区区一个土地公居然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也正是因为这个土地公，才让牛魔王有了外遇的借口。毕竟太上老君的眼线都被安排到家门口了，这怎么还能回家？当然，这也是红孩远走他乡的原因。奇怪的是，牛魔王和红孩都离开了火焰山，为何唯独铁扇公主却在这里住了下来呢？这还要从她的法器芭蕉扇说起。铁扇公主凭借芭蕉扇可是给自己得了不少的好处，尤其是用此法器求雨。原文说，当地村民沐浴更衣后杀鸡宰鹅，一路大肆歌颂铁扇仙，并亲自将贡品送到芭蕉洞，如此这样就能求得铁扇公主下雨。铁扇公主手中会下雨的芭蕉扇和太上老君能扇火的芭蕉扇其实是一对。原著中讲到，太上老君的烧火童子金角大王把芭蕉扇偷拿下凡，在平顶山捉拿唐僧，后来打不过孙悟空，于是取出芭蕉扇猛地扇了几扇，顿时大火熊熊。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炉中火，也不是山头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这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成的珍宝之物。这把扇子其实是太上老君用来炼丹的。孙悟空的金箍棒以及火眼金睛都是用这把扇子山火烧制而成的。因为火克金，所以在降服青牛精时能降服另一件宝贝金刚镯。而铁扇公主的扇子是至阴之物，至阴的宝扇能扇出水汽，水能克火，故而能熄灭800里火焰山，也能为民求雨。在原著中对于这把扇子的记载是这样的，它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液，故能灭火气。扇出的阴风能使人飘84000里方能止住，所以追溯起来就是天地初开时昆仑山上的一株芭蕉树。历经千万年吸收日月阴阳后，芭蕉树上结出了2片芭蕉叶，一片至阳，一片至阴。后来2片芭蕉叶成熟，化成了2片芭蕉扇，阳扇老君拿去炼丹了，阴扇铁扇公主拿去了。故事讲到这里，疑点就出现了。当年孙悟空为了借芭蕉扇一用，跑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逼着她把扇子交出了。但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把假扇子。孙悟空用起来这把扇子，火势不但没小，反而越扇越大。但铁扇公主的扇子明明是阴扇，只有阳扇才能将火燃大，难不成这把假扇子就是太上老君的那把吗？这样看来，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再说红孩，他当时出现的时候已有300岁，此时的孙悟空正压在五指山下动弹不得，而火焰山也已经形成了500年。铁扇仙的物质保障和名气与火焰山相关，而且红孩习得一身武力，都是和火有关系。他练成3昧真火的法术，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后来的红孩被观音钦点成了善财童子，等于直接安排好了正经编制的工作。这里面也和太上老君脱不了关系。太上老君帮助师徒4人渡过难关，借此可以让如来帮他安排红孩。这样看来，所有的东西也就能都联系到一起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可以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